性取向、性感觉的能力是我们经历的一个复杂方面，但当意识到这一点时，它会变得更加复杂，根本感觉不到。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性吸引力的缺乏可以表现为无性恋，一种真实存在的性取向。不过，有时候感觉自己是无性恋，只是一些深层情感的表面现象，阻止了对性感到舒适。这两者通常很难区分。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这支影片就来说说几个表明是性功能障碍，而不是无性欲的迹象。心跳加速。当你看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时，出现热辣的性爱场景时，或者如果收到什么人试图对你采取行动的私信时，会如何反应？是不是只是觉得不感兴趣，还是会感到焦虑或紧张，只想摆脱这种情况？根据诊断和统计手册的说法，性厌恶障碍患者会感到极度厌恶并持续避免性接触，如果想到任何形式的性互动，甚至会被恐惧和焦虑压垮。但那些无性恋的人通常不会被性方面的事情困扰，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不感兴趣而回避这些，而不是为此而排斥、不期待。缺乏兴趣可能是区分两者的另一方式。在2021年的一项研究中，对无性恋者和性厌恶症患者展示了性和非性图像。研究人员想知道是否有哪一组会更关注性方面的问题。不出所料，结果显示无性恋的参与者对描绘性的图像关注较少，但性功能障碍参与者确实注意到了，他们最初关注的是性图像，而不是非性图像。这表明那些有性功能障碍的人可能仍然对与性有关的事感兴趣，但不像发病前那样强烈。所以，如果确实感到了些兴趣和性吸引力，但又不愿付诸行动，那么可能要进一步探究下这些感觉。感到烦恼，在性方面焦虑和缺乏兴趣，会让人对自己感到有点沮丧。有小伙伴有这种感觉吗？这可能是无性之外的其他迹象。2015年的一项研究比较了无性恋和性欲障碍者，结果表明，与无性恋相比，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有更大的心理困扰，甚至更严重的抑郁。这可能意味着那些患有某种性功能障碍的人对此感到很糟糕，希望能有所改变。他们可能觉得缺乏性欲让生活变得空虚，或让人际关系变得难以驾驭。虽然无性恋在面对伴侣和社会期望时仍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总的来说，他们并不介意自己的性取向，也能够接受自己的样子。起源：2015年的同一项研究发现了两组之间的另一关键差异。无性恋者将他们的经历描述为终生没有性欲或吸引力的模式，这与性欲障碍组不同。他们记得在年轻的时候有过性的感觉和性的尝试，所以作为一个无性恋者，对吸引力的感受可能总是和周围的人不一样。无性恋者可能会对同伴产生迷恋和约会的经历感到困惑，但后来意识到自己缺乏性欲或吸引力，是不知不觉或无性取向。但是如果过去经历过性吸引，但现在对性感到不安或不舒服，那么反思一下是否有什么特定的经历或事件引发了这种变化，可能会有所帮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让自己难以处理的事情，而有了这样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和心理健康专家谈谈，可以提供进一步的帮助和非评判的空间来探究这些感受。那么，现在大家已经了解了不同之处，认为自己缺乏性吸引力，实际上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认为这只是自己的方式？希望这支影片能帮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性取向以及普遍的性取向。如果对自己的性取向有疑问，想知道是不是别的原因，我们鼓励去寻求性治疗师或任何专业人士的帮助。如果仍然不愿意谈论它，那么简单的多了解自己可能是很好的第一步。与此同时，请记住，自己的身体是惊人的，不管欲望有多强烈，都值得被爱和尊重。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或者你认为它对别人会有帮助，一定要分享出去啊！并记住，你很重要。